在中国大陆最知名的10大台湾品牌，本期虎先生奇谈为您逐一盘点。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，大批台湾品牌跨过海峡扎根大陆市场，40余年大浪淘沙，无数台企来了又走，只有少数品牌读懂大陆消费者需求，搭建完整供应链、线下门店、国民营销体系，从小众区域品牌成长为覆盖全国、老少皆知的行业龙头。本次榜单综合市场渗透率、年度营收、线下渠道规模、全民认知度4大维度，筛选10个在大陆市场取得现象级成功的台湾品牌。第10名，捷安特，国民自行车龙头，重塑大陆骑行产业。很多70、80后的青春代步记忆都离不开捷安特。1992年，捷安特正式落地江苏建厂，是最早规模化进入大陆市场的骑行品牌，彻底改变当年凤凰永久垄断的传统自行车格局。早年大众需求是平价通勤单车，捷安特推出轻量化铝合金车型，轻便耐用。随着骑行运动兴起，品牌快速布局山地车、公路车、城市休闲车、儿童车全产品线，兼顾通勤、运动、亲子多元需求。巅峰时期，大陆线下门店超3000家，覆盖全国1、2、3线城市乃至县城，骑行俱乐部遍布各地，奠定国内运动自行车第一品牌地位。大陆市场是捷安特全球最大营收来源，国内工厂支撑全球过半产能。对比欧美高端单车，捷安特精准卡位1000元至10000元主流价位，兼顾性价比与专业性能，同时深耕售后保养、整车改装赛道，牢牢抓住骑行爱好者长期消费。即便共享单车冲击民用通勤市场，捷安特依靠专业运动单车赛道稳住基本盘，成为几代国人心中无可替代的骑行品牌。第9名，华硕， PC 硬件霸主，台式笔记本，国民硬件标杆。2000年前后，国内电脑普及浪潮，华硕凭借主板、笔记本2大核心产品，快速占领大陆数码市场，是无数学生、装机玩家的首选硬件品牌。进入大陆初期，台式机 DIY 装机盛行，华硕主板以稳定耐用、兼容性强出圈，长期占据国内主板市场半壁江山。笔记本产品线覆盖办公、游戏2大赛道，无畏系列游戏本、灵耀轻薄、本分层收割不同消费群体，线下数码城、线上电商双渠道同步铺开。大陆是华硕全球最大消费市场，在江苏、广东设立大型生产基地，搭建覆盖全国的官方售后网点。不同于外资电脑品牌高价定位，华硕贴合国内用户预算，1000元入门主板，5000档主流笔记本全覆盖。同时深耕电竞生态，联动国内电竞赛事，强化年轻群体认知。20余年发展，华硕从小众电脑配件厂商成长为大陆家喻户晓的台湾数码龙头，台式 DIY 笔记本双赛道常年稳居行业前列。第8名，天福茗茶，两岸茶产业标杆，全国连锁茶叶龙头。1993年，台商李瑞和落地福建创办天福，是大陆首家规模化台资茶叶连锁品牌，彻底重构国内茶叶零售模式。在此之前，国内茶叶交易多依托茶城、散装摊贩，标准化连锁门店几乎空白。天福依托福建茶叶产区优势，整合乌龙茶、绿茶、红茶、花茶全品类，推出标准化礼盒、平价散茶、茶点、茶具一体化销售模式，全国开设近1400家连锁门店，覆盖全部省市。针对大陆节日送礼需求，打造中秋、春节专属茶叶礼盒，面向年轻群体推出冷泡茶、便携袋泡茶，适配当代年轻人轻量化饮茶习惯。品牌还在福建自建茶博物院、茶职业院校，打通种植、加工、零售、文旅完整产业链。2011年成功登陆港交所，成为中国茶叶第一股。40年来，天福以大陆市场为核心根基，把台湾精细化茶叶运营理念带入内地，成为国民认可度最高的茶叶连锁品牌。第7名，红漆 ACE2， 国民老牌笔记本，早年电脑普及时代标杆。早在上世纪90年代，红漆率先进入大陆市场，是国内笔记本普及阶段的标杆级台资整机品牌，陪伴无数学生、办公人群度过 PC 黄金时代。台式机、笔记本双线同步发力，早年商务办公、学生网课，市场几乎随处可见红漆机型。品牌精准定位高性价比路线，同配置售价低于欧美、日系电脑，完美契合国内普通家庭、校园采购预算。旗下暗影骑士游戏本、非凡轻薄本2条产品线覆盖不同需求。暗影骑士主打学生游戏群体，
非凡系列面向职场通勤人群。宏基在大陆搭建完整生产与售后体系，全国数码城、电脑城、线下商超均有专柜。早年教育系统，中小企业大批量采购，优先选择宏基。在国产笔记本尚未崛起的年代，宏基、华硕两大台企瓜分国内电脑大半市场份额，积攒了深厚国民基础。即便当下本土电脑品牌快速发展，宏基依旧依靠高性价比稳住线下基础盘，是一代人记忆里经典的台湾数码整机品牌。第6名，大润发国民综合商超，改变大陆家庭购物模式。1998年，大润发进入大陆，依托大型一站式量贩超市模式，颠覆当年小型副食店、传统百货的购物格局。巅峰时期，全国开设近500家门店，覆盖230多座城市。大润发主打生鲜低价，全品类一站式采购，蔬菜水果、鲜肉水产、日用百货、家电服装全覆盖，精准匹配国内家庭每周集中采购需求。依托台企成熟供应链体系，直采产地，货源压缩成本，常年推出民生低价爆款，牢牢抓住中老年家庭消费群体。线下门店布局兼顾城市核心商圈与城郊居住区，配套免费停车、便民服务，培养大批忠实家庭用户。即便线上电商冲击实体商超，大润发同步上线线上配送业务，打通线下门店与外卖平台，稳住民生零售基本盘。20余年深耕大陆民生零售赛道，大润发成为几代人日常采购的共同记忆，是大陆规模最大的台资连锁超市。第5名，统一企业全品类食品饮料巨头。1992年，统一正式扎根大陆，与康师傅形成双强格局，横跨方便面、瓶装饮料、糕点、乳品4大赛道，几乎渗透每一个家庭的日常消费场景。方便面赛道，老坛酸菜牛肉面、汤达人2大爆款常年霸占商超货架。汤达人开创高端日式高汤泡面，打破平价泡面单一格局。饮料板块，冰红茶、鲜橙多、阿萨姆奶茶常年稳居瓶装饮料销量前列。同时布局统一鲜橙多，开小灶自热米饭，统一润滑油多产业线。统一在全国布局10余座大型食品工厂，供应链覆盖全国所有省市，商超、便利店、小卖部全渠道铺货，下沉至乡镇、村级零售点。针对大陆消费习惯持续迭代产品，适配家庭、学生、上班族不同场景，兼顾平价刚需与中高端升级需求。40余年发展，统一依靠全品类布局、极致渠道渗透，成为大陆市场体量顶尖的台资食品集团。第4名，旺旺集团国民休闲食品天花板，全年龄段覆盖。1992年，旺旺进入大陆，凭借旺旺雪饼、旺仔牛奶一炮走红，是几代人童年记忆里标志性的台湾食品品牌，受众覆盖儿童、青年、中老年全年龄段。早期依靠旺仔卡通 IP 打造超强国民辨识度，雪饼、鲜贝、QQ 糖、旺仔牛奶成为逢年过节必备零食。后期持续拓展产品线，布局冷冻米面、乳制品、饮料、保健品、酒店多领域，打造完整食品矩阵。品牌营销贴合大陆节日文化，春节、中秋礼盒常年热销，电视广告、线下商超堆头长期保持高曝光。大陆是旺旺全球核心市场，在江苏、湖南、浙江等地自建大型生产基地，产品铺货覆盖全国每一处零售终端，乡镇小卖部、一线城市商超同步全覆盖。历经多轮消费升级，旺旺不断推出低卡零食、无糖饮品，适配健康消费趋势，多年稳居国内休闲食品第一梯队，国民认知度几乎无竞品。第3名，联发科手机芯片隐形巨头，支撑国产手机半壁江山。不同于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快消品牌，联发科深耕大陆半导体产业，是国产手机、智能家电、物联网设备核心芯片供应商，默默支撑大陆数码产业发展。2000年后功能机时代，联发科一站式芯片方案大幅降低国产手机研发门槛，催生大批国民平价手机品牌。智能手机时代，天玑系列处理器覆盖千元至中高端安卓机型，红米、realme、iQOO、荣耀，大量机型搭载天玑芯片，占据国内终端手机芯片大半市场份额。大陆是联发科最大客户市场，在深圳、上海设立研发中心，深度对接国产手机厂商定制化芯片需求，同时布局电视、平板、智能家居、汽车电子芯片赛道，适配大陆智能家电、新能源汽车产业扩张。
作为台资半导体龙头，联发科避开终端消费竞争，扎根大陆产业链上游，成为国产数码产业不可或缺的核心配套品牌，市场规模常年高速增长。第二名，康师傅，方便面与瓶装饮料双料销冠，民生快销绝对龙头。1992年，鼎新集团康师傅落地天津，精准抓住国内方便面空白市场，红烧牛肉面一经推出，迅速火遍全国，直接开创大陆方便面行业时代。方便面赛道常年占据国内近50%市场份额，红烧、香辣、藤椒、鲜虾多口味覆盖大众口味。饮品板块，冰红茶、茉莉清茶、矿物质水。鲜果城常年稳居瓶装饮料销量榜首，同时布局速食、糕点、矿泉水、冷链餐饮多元业务。康师傅搭建国内最完善的食品渠道网络，全国30余座生产基地，产品直达村级小卖部，渠道渗透能力行业顶尖。品牌持续贴合大陆消费迭代，推出高端速食、零脂饮品、预制菜新品，线下联动便利店、商超、外卖多渠道铺货，兼顾平价刚需与品质升级。40年来，康师傅牢牢抓住国人三餐刚需，方便面、瓶装饮料两大核心品类常年销量断层领先，是大陆营收规模最高的台资民生快销企业。第一名，富士康、鸿海精密，榜单综合规模、产业影响力、就业体量当之无愧第一名。富士康、鸿海精密1988年落地深圳建厂，是最早大规模赴陆投资的台资制造企业，彻底重塑大陆电子加工产业链格局。富士康承接苹果、戴尔、惠普、小米、华为全球头部电子品牌代工，涵盖手机、电脑、平板、服务器、智能穿戴全品类电子产品，在大陆、深圳、郑州、成都、烟台等20余座城市建设现代化工业园，巅峰时期吸纳大陆超100万产业工人，带动上下游零部件配套工厂集群发展，催生完整电子制造产业链。不只是简单代工厂，富士康同步布局工业机器人、新能源汽车零部件、半导体设备、云计算产业，深度参与大陆高端制造升级，搭建完善员工生活配套、职业培训体系，带动内陆城市工业化发展。数十年间，富士康依托大陆完整产业链、庞大消费市场持续扩张，成为连接大陆制造与全球电子产业的桥梁。无论是就业带动、产业拉动、经济贡献，所有台资品牌无出其右，是扎根大陆最成功、影响力最深远的台湾企业。盘点完10大在大陆市场大获成功的台湾品牌，我们能总结出台资品牌穿越数十年市场周期，持续站稳脚跟的共通核心优势。第一，精准适配大陆本土消费需求，主动本土化改造。无论是康师傅、旺旺改良食品口味、捷安特、红七贴合国内平价消费定位，还是联发科、富士康对接大陆数码制造产业需求，所有长青台企都没有照搬台湾本土模式，而是根据大陆地域口味、消费预算、产业政策，持续迭代产品与运营模式，真正融入本土市场。第二，全渠道下沉加规模化本土供应链，上榜10大品牌全部在大陆自建工厂，摆脱进口运输成本制约，线下渠道从一线城市一路下沉到县城、乡镇，打通全国零售网络，保证产品随处可买。统一、康师傅、大润发、红七依靠密集渠道覆盖，牢牢锁住基础消费盘，这也是很多外来品牌难以复刻的核心壁垒。第三，多元赛道分层布局，抵御市场周期波动，单一品类极易受消费迭代冲击。成功台企全部搭建多产品线矩阵，旺旺兼顾零食、乳品、冷冻食品，康师傅横跨泡面、饮料、预制菜，富士康从手机代工拓展至新能源、工业制造，多业务相互对冲，行业风险穿越电商冲击、消费降级、产业转型、多轮市场变革。同时我们也要看清行业变化，近年大陆本土品牌快速崛起，食品、数码、商超赛道竞争白热化，老牌台资品牌也面临新的挑战。但40余年深耕沉淀的供应链、国民口碑、渠道根基，依旧让10大上榜品牌保持稳定市场地位。